大家好，今天呢，我们一起来聊一聊一个比较重大的疾病就是冠心病。那么这个疾病呢，大家我相信几乎应该没有人不知道这是大家应该都常听的一个和咱们生命安全有重大关系的这么一个疾病那么目前来讲呢，它的这个发病率呢也非常的高，可以说是基本上在大多数国家吧，只要是经济条件相对来讲比较好一些的国家呢，冠心病可以说是构成对于整体的国民生命安全影响非常重要的一个单一的疾病那么在这个我们学习的过程中呢，这个冠心病一直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内容它的重要性呢，一个是来自于它本身的发病率和它会导致的严重后果那么另外呢，我们说也和现在的这种各种技术的进步密切的相关，有关冠心病的一些新的认识和新的疗法，实际上也在近几十年吧，不断的在推出在更新。所以呢，我想这些都是冠心病作为咱们学习一个重点内容的一些原因那么首先，我们先看一下什么是冠心病。那么冠心病呢，是我们对于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一个简称要不然这个名字太长了当然它的英文如果直译过来叫 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heart disease， 那么就是说这个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呢，是它的全称但是其实它的真正在英文里边呢，用这个就是这种很长的称呼呢，其实非常少我们在英文文献里见到大多数都是写的叫 coronary heart disease 简称是 CHD那么它就是说是冠状动脉引起的心脏病，或者是用的这个 coronary artery disease 就是说冠状动脉疾病那么当然它指的这个就是说更狭义一点，就是指这个冠状动脉本身可能出现了狭窄或者堵塞它对于心脏这个方面呢就没有特别的强调。那么还有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个叫做 ischemic heart disease 那么缩写是 IHD， 那么这个叫做缺血性心脏病。那么总体来讲，其实这三个英文呢，对于疾病的描述是有不同的侧重，但是基本上都是对于冠心病的一个称呼那么有的时候就是说我们在看文章或者说学习看书的时候，发现它不一样，有的用 CHD， 有的用 CAD， 有的用 IHD， 是吧？那么对于这种不同的用法呢，大家有的时候就会在初学的时候觉得搞不清楚它到底是相同的还是不同的呀？各自又指什么呢？是吧？那么这些呢，其实区别不是太大都是指的冠心病。那么既然提到冠心病呢，我们就不得不说这个什么是冠状动脉，是吧？我们心脏大家知道，心脏是给我们全身几乎所有的组织细胞来供血的一个最根本的一个动力来源我们可以把它想象成是类似汽车的发动机一样没有心脏的话，我们全身的血液就没有办法被运输被送到各个组织细胞来提供给他们氧气，是吧？那么心脏这么重要，它本身是不是也需要血液的供应这个问题大家可能也会想，对吧？你心脏一直给全身供血，那你自己的血从哪儿来呢？那么心脏的血其实就是由冠状动脉来我们的冠状动脉是发自于主动脉根部那么大家看这个心脏这个图这个上边这个就是主动脉我们这一段呢，确切的一个名字叫做升主动脉当然它到上方就变成 aortic arch 变成主动脉弓了，
然后再往下走叫做降主动脉。那么你看这个哈，这一块就是左侧的冠状动脉起始的部位啊。那么这个呢，就是右侧的冠状动脉起始的部位。所以呢，咱们只有这两支哈，一左一右。那么这左右两支冠状动脉都是发自于什么？从这图上我们可以看出来哈，都是主动脉刚刚从这个心室啊，从这个左心室这个部位啊，就是刚刚发出的时候啊，在这个起始的这个地方发出来的。那么其中这个左侧的冠状动脉，当然主要它就是供应左侧的心室啊这个结构。那么右侧的这个冠状动脉呢，主要就供应右侧心室啊、心房这些结构啊，大家有一个了解。也就是说，我们心脏之所以这么有力的跳动，是吧？从我们人出生开始，心脏就跳，一直跳到咱们的最后结局啊。那么它一直在跳，真的一直不休息啊。那么它的血液来源其实就来源于这两支啊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它就是给心肌供血的啊，给心脏本身供血的。那么冠状动脉一旦要是有问题啊，如果说它有问题，狭窄啦、堵塞啦，这比如说左右哈，这么有狭窄堵塞，造成的直接后果啊，就是心肌本身的缺血啊。心肌一缺血，大家想一想，它肯定跳动搏动就会出问题啊。那么当然，它一旦出问题，这发动机出问题，那车肯定会出大问题啊，所以就是我们人就会受到非常严重的影响啊，很多的时候会有生命危险啊，这就是冠心病为什么这么重要。那么其中呢，再稍微说细一点哈，就是左侧的这个冠状动脉发出来呢，有一个叫做前降支的啊。那么前降支啊，这一支呢，就是说是供应我们左心室哈最主要的一个分支啊。那么前降支呢，是可以说一旦有问题的话，有可能导致非常严重的后果。比如说我们如果在心内科做冠状动脉造影，或者有的时候一些检查就会发现什么呢？比如说 CTA 有的时候也能发现左侧的前降支狭窄90%以上，那么这个就已经高度的怀疑你可能要有心绞痛或者心梗的这种风险了啊。这就是冠状动脉。那么粥样硬化我们接着说粥样硬化。什么是粥样硬化？那么我从网上找到这个图，我觉得还是很形象啊。这边是我们这个正常的一个动脉，那么越往右走，大家看这个动脉里边东西越多，对吧？这管壁越来越厚，上面有白点，有黄的，有绿的这些东西，包括还有这红色的。所以其实下边它都有注释这什么意思？简单讲，当我们人体出现了一些问题的时候，比如说有高血压比如说有高血糖有高脂血症，三高大家都听说过，对吧？那么有这些基础因素存在的时候呢，我们的血管就会发生变化比如说简单讲，高血压很有可能由于血压的这种升高，导致血管内皮的撕裂这就是血管内皮，它如果被撕裂以后，那么会有一些炎性的物质释放，然后吸引一些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有可能会导致一个就是吞噬细胞呢吞噬了一些脂类物质然后就沉积在这个血管壁里那么这就形成了我们这种脂类的沉积这就叫做粥样硬化，这个粥样斑块。那么当然这个东西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其实它还伴随着一些，比如说像钙化比如说有的时候会有斑块的破裂，对吧？那么有的时候呢，还会因为这个管腔，因为管壁太厚了，所以管腔越来越窄。那么管腔太窄以后呢，血液就在这儿停住不走，形成血栓了那么这些呢，是一个逐渐比较缓慢变化的过程但是在有些时候呢，这种变化可能会突然加速让你觉得就是说这个病情好像突然发生一样。比如说这个斑块破裂就是其中一个因素它突然一破，那么这个东西出来以后，顺着你的血流冲到哪儿，可能导致哪一块组织会缺血
这就是我们临床上常说的有这种栓塞，动脉栓塞，或者说呢，它堵到一定程度之后呢，突然一下形成一个血栓啊。那么这些呢，都好像看起来病情很急一样但是其实它这个从病理角度讲，它的进展是逐渐越来越重，但是是一个很缓慢的过程这么一个发展。那么当我们的冠状动脉如果里边形成了这种粥样硬化斑块以后，它的管腔就会越来越窄，是吧？那么里边有可能就会有斑块破裂，可能会有血栓形成，导致它的管腔运输血液的能力也就越来越差，越来越差，最终导致心脏的血液供应不足导致心肌缺血坏死的。那么对于这种冠心病来讲我们说它其实是有一些高危因素那么高危因素呢，我们又分为2大类，一类呢是我们没有办法来改变的这个比如说像遗传的因素，比如说你有家族史是吧？比如说家族里长辈有得冠心病的病人那么这个可能作为他整个这个家族体系来讲，患冠心病风险就会更高一些再比如说男性比女性呢患冠心病的风险也要高一些再比如说年龄的因素，对吧？大家很少听说有哪个小孩得什么心肌梗塞了，是吧？非常非常罕见但是呢，一般都是什么？一听说心肌梗塞都是中老年患者，对吧？那么年龄就无疑成为它的一个高危因素。这3个情况我们没有办法改变，是吧？你既然出生了，你没有办法再改变你的这个基因了，是吧？你也没有办法来说，由男性的这种特征变成女性的这种基因，这是改变不了的。那么还有呢，你的年龄你也不可能往回变，对吧？长到60岁，然后又变回20岁，这也不可能那么这些都是不可改变的，这没办法。但是我们有一些呢是可以改变的比如说刚才咱们提到的有3高高血压、高血糖、高血脂这些，那么你是可以吃药控制，你也可以通过某些锻炼的方式来控制，是吧？你也可以就是通过你调整到一个非常良好的生活习惯，这些都可以控制。那么包括像饮酒吸烟不运动这些是咱们人为可以改变的，对吧？你的这个精神紧张是吧？包括你的工作压力、工作环境，这些呢都是虽然它是高危因素，但是呢我们是可以主动的去把它进行一些调整，对吧？可以改变那么如果我们能够改变这些可以改变的因素，其实我们也会获得相对的安全那么冠心病要想很快的、很全面的讲咱们时间可以说是一定是不够的所以呢，咱们就捡最重要的讲冠心病呢分2个大的类型一类叫心绞痛，一类叫心肌梗塞或者叫心肌梗死我觉得呢，如果大家要用心肌梗死这个词去记忆你可能会记得非常深刻因为它这个太明显了首先呢，咱们说一下这2大类型它其实它的症状表现没有太大的区别都是出现一个什么呢？我们叫做心前区那哪儿是心前区呢？一般我们认为就是胸骨比较靠中下部胸骨深方包括偏左一点这一块叫做心前区，基本就是我们心脏的体表投影这个位置心前区呢有一种压榨性疼痛这是最典型的这种心绞痛什么叫压榨性？就是说你觉得有一个大石头压住你的胸口，喘不过气来这个叫做压榨性疼痛或者说它是一种钝性疼痛，而不是锐性疼痛什么叫钝性疼痛你觉得像个大锤子、大石头压住，这叫钝性它就不是说像那种刀切像电击那些都是锐性的那么心绞痛基本上我们说都是钝性而且呢你伴有憋气、胸闷这些。另外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说，这个心绞痛有放射性有放射性疼痛。什么叫放射性疼痛就是你在出现心前区疼痛的同时，
你可能会感觉到你的左肩左颈，包括这个上颚下颌这一块儿，甚至是说还有的时候是后背那么都出现这种放射性的疼痛就好像不是只有心脏疼胳膊也疼这个下颌这儿也疼后背也疼。那么这些就是一个叫做其实医学上叫做牵涉性疼痛它是有一些神经传导的因素在里导致的有这种错觉那么这个呢也是心绞痛的一个经典的表现但是还有一些不经典的表现，也就是说，因为这些症状呢不太典型，那么它就导致了什么？在临床上容易误诊或者漏诊比如说有的时候来急诊有一个病人就是说这个胸口不舒服，然后还恶心呕吐来急诊看病。那么这个时候如果有经验的医生呢，他一看这个病人的年龄比如说50、60岁的人男性。那么他可能会多问一下或者多想去鉴别一下，他就能想得到这有可能是一种心绞痛的表现而不是说可能一看恶心呕吐直接就奔消化科那个方向那个思路去了根本就不想这个心肌缺血的事儿。那么这有可能就会导致临床上非常严重的这种后果就是你把它漏掉了。那么对于这个年龄段，比如说中老年人有这种胸口觉得不舒服，但是也有恶心呕吐千万多做一个心电图和心肌酶那么这个可能就会保证病人的安全那么这个表呢，也是我们从网上找了一个表我们呢重点的讲一下两者的区别因为其实区别呢很多，但是呢咱们学习呢因为时间有限我们重点的讲两者区别。那么首先说两者最根本的区别是什么最根本的区别，心绞痛没有心肌的缺血坏死它只是一个有这种暂时的可能血流不足但是呢它一定是没有坏死的没有心肌的坏死。那么心肌梗死是一定有心肌的坏死的有心肌的缺血坏死，这是一定的。那么这个就是两者最本质的区别那为什么心肌梗死这么可怕？因为心肌细胞不可再生那么一旦坏死就是坏死了。所以呢，这就是说，如果一个病人很不幸出现这种大面积的心肌坏死以后那预后一般就不会太好因为没有再生的能力而且其他的方法呢也没有像有一些能替代的是吧？这个方法都非常有限所以大面积这种心肌梗死它的死亡率就是很高的这是两者最根本的区别。那么当然呢，我们说呢，心绞痛呢有的时候它的症状呢相对来讲会轻一点而且呢这种心绞痛呢它吃药这个硝酸甘油舌下含服那么通常会有效。但是心肌梗死呢，它的症状就偏重疼痛的时间很长，休息也不缓解，而且呢吃药吃硝酸甘油舌下含服也没有效果这就是临床上我们常用的一个鉴别的方法。那么当然你从心电图上它也有不同，比如说心绞痛它一般是没有这种病理性 Q 波出现，也没有 ST 段这种弓背向上抬高是吧？它心绞痛的心电图主要是 ST 段压低的改变或者是 T 波低频或者倒置的改变。而心肌梗死就不一样了那是有明确的 ST 段抬高和病理性 Q 波出现当然都有特殊的有一些特殊型的心肌梗死，我们看上面其实这儿也写了叫做非 ST 段抬高型心肌梗死。那么对于这一类型来讲呢，它就没有那种典型的 ST 段弓背向上抬高当然这一个类型的心肌梗死相对来讲预后也会更好一点就不像这个 ST 段抬高的这个就预后会比较差一些实验室检查，比如说我们常查的心肌酶心肌酶我们最典型的叫做 troponin I 或者 troponin
T 啊，叫肌钙蛋白。肌钙蛋白 T 或者肌钙蛋白 I， 那么如果是心绞痛，它一般是不升高的，而心肌梗死它是升高的啊。这两者鉴别也是非常重要，就在实验室心肌的这个肌钙蛋白这儿啊。那么对于这种心绞痛和心肌梗死，我们只要是有一个大概的判断啊，首先要知道它两者最主要的区别啊，一个是有心肌坏死，一个是没有啊。心肌梗死这是有心肌坏死，心绞痛没有心肌坏死啊。另外，心肌酶自然它也就是说心肌梗死它有心肌酶典型的肌钙蛋白升高，而心绞痛呢没有啊。包括这个心电图是吧也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就是说我们从这个表上呢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哈。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也可以去仔细的去看一看。那么辅助诊断要点，其实刚才咱们也提到了哈，也就是说，第一个我们要看心电图啊，我们怎么去判断这个人到底是心绞痛还是心梗啊？因为这两者的预后完全不一样，处理也不一样，是吧？心电图就是我们最容易获得而且最快速的一个方法。啊，心电图，你这个病人只要一说这个疼，在急诊基本上我们急诊内科马上床旁就可以做啊，心电图那几分钟就出结果啊。那么它呢，典型的哈就会出现一个什么 ST 段弓背向上抬高，这就是急性心梗。我们看下边有这个图哈，这个图中间这个心电图就是弓背向上抬高啊。那么如果是 ST 段压低，T 波低平或者倒置，那么这个就是心绞痛啊，或者是非 ST 段太高型的心肌梗塞啊。那么比如说像这个图哈，这就是 ST 段明显低了，是吧？基线是在这儿，它低下去了，这是一个正常心电图，它的基线啊，这个明显 ST 段低了。那么这个 T 波看，这是正常的方向，而这个 T 波是倒置的哈，我们叫 T inversion 啊 ，T 波倒置。那么这两个图呢，都是考虑是什么？心绞痛或者是非 ST 段太高型心肌梗塞。那么当然，如果有条件做超声心动图呢，你可能会发现，因为心肌梗死以后，心肌的收缩力肯定会下降，所以它的射血分数 EF 就会下降啊，低于50%。那么心肌酶谱啊，一般我们为什么叫心肌酶谱？因为它不是查了一个心肌酶啊，通常至少是查3项。一个叫 myoglobin， 一个叫 CKMB， 一个叫 TNT 或者 TNI 啊。那么前两个啊都是和肌肉组织相关啊，但是没有心肌特异性。但是 TNT 或者 TNI 这个是有心肌特异性的，所以我们其实临床上主要是看这一项啊。如果这个病人 TNT 或者 TNI 已经升高了啊，基本上就可以确定啊是有心肌的损害啊，心梗这可能性就很大了。那么 TNT 一般什么时候升高啊？基本上在4个小时以后啊，就是心肌梗塞4个小时以后，我们查肌钙蛋白就会出现升高。那么比如说一个患者来到急诊，他说我这个心前区疼痛从昨天开始疼的，到今天已经快24个小时了，才来看病啊。你给他马上急诊查了一个 TNT， 发现正常啊，那基本可以松一口气了啊！当然，咱说没有100%的这种把握，但是呢，基本上如果 TNT 24小时都不升高的话，这个心肌梗塞的可能性已经很低了。那么呢，下边呢，我们再谈一下这个有关这个冠心病的一些预防和治疗啊。其实这个呢也是常考到的，在我们这种学习考试里边常考。那么当然，预防我们说主要就是从刚才一开始提到啊，有一些是可以改变的高危因素，比如说吸烟呐、饮食啊，是吧？包括酗酒啊，包括不爱运动，那么这些我们可以在这个生活方式各方面去调整，这样是一个预防的措施。那么对于急性期的治疗那么我给大家这个下边写的这几句话，这是一个口诀啊。这是我当时上学的时候教我们临床的一个代教老师教给我们的啊，我一直记着，我觉得这很好用啊，所以给大家分享啊，叫做端坐位，腿下垂，吸氧利尿，打吗啡。那么这个呢，
不只是说对于急性心肌梗塞，它对于急性左心衰是吧？那么也是都可以用啊，因为急性心肌梗塞很快就会导致很多的时候，如果大面积心梗，那就是导致急性左心衰，对吧？所以它是一样的。为什么要端坐位啊？因为病人躺不下啊。为什么躺不下？因为这个时候他如果躺下的话，大家知道人坐着和躺下最主要的什么改变了呢？就是我们的腹腔啊，这膈肌压力有改变。你坐着的时候啊，这个由于重力的作用，你的这个腹腔脏器往下沉啊，所以它对于膈肌的向上这种压力就会很轻微，你的胸部的空间就会很大啊。但如果躺下的话呢，由于重力作用，你的腹腔脏器就会往上顶膈肌，你的胸腔呢就会容积就会变小。那么这个导致的后果就是你的呼吸会困难啊。你当然对于心脏可能也多少有点压迫，但是最主要的是你呼吸会困难。而在心梗和急性左心衰的时候，大家知道它有什么呀？有这种肺的这种淤血水肿，对吧？本身呼吸就困难，所以呢，你躺着，它就会更加加重它的呼吸的难度啊。所以这种病人他一般都会坐着啊，他躺不下的。那么为什么腿下垂？因为腿下垂以后呢，回心血量减少啊，相当于心脏的什么前负荷减少啊，降低心脏的耗氧量。吸氧咱不用说了，肯定有用，是吧？你这个心肌梗塞时候本身就缺氧，利尿啊，为什么利尿也是降低心脏的前负荷啊？就和腿下垂的意思一样啊，让你这个血管里的液体呢尽量少一点啊，心脏的负担就轻一点。为什么打吗啡啊？因为这种病人急性心肌梗塞的时候，他很疼、很紧张、焦虑、出汗啊，这些你打吗啡以后呢，缓解他的焦虑，也降低他的耗氧量。那么在我们西医的这个课本上，大家有可能会看到一个叫猫纳啊，也就是说他总结的叫做吗啡、氧气啊、硝苷，还有这个阿司匹林啊。那么同时，其实我们还需要用一些抗心律失常药物，比如说氨碘酮啊、利多卡因呐啊，当然我们还要用到一些可能溶栓啊、抗凝、抗血小板的药物啊，这些呢。我们专门其实有一个专题就讲啊，溶栓、抗凝、抗血小板药它们之间的区别是什么啊？但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根据情况啊都可以用。那么还有就是贝塔 blocker， 比如说贝塔乐克呀这些，这个像普奈洛尔啊这些啊，各种 LOL 结尾的啊，那么它呢对于心肌梗塞的时候也有作用啊，可以降低你的心率，减低心脏的耗氧。还有钙拮抗剂 CCB 啊，或者叫钙通道阻滞剂，这个呢有一点矛盾啊，因为一方面它可以降血压，降低心脏的后负荷，但是呢有文献也报道它会增加急性心肌梗塞的死亡率，所以这个 CCB 呢有的时候会有一点矛盾啊。当然我们说现在其实最直接的治疗啊，大多数医院只要有条件都开展这种叫做急诊绿色通道啊，主要是包括静脉溶栓和介入取栓这两个办法啊，都是一个是静脉用药把栓子溶掉，一个是介入通过血管内治疗的方式，用一个类似网状支架的东西把那栓子给取出来啊。但是这两个呢，必须要有一个最佳的时间窗啊，4到6个小时。那么当然你用一些其他的辅助方法以后呢，这个时间窗可能扩大一点啊，但是也不会太长啊。我们说基本上10几个小时以后，那么它可能治疗的效果就会大打折扣啊。那么最后呢，说一下这个心肌梗塞呢和其他一些疾病的关系。首先心衰啊，心肌梗塞通常是导致这种心衰的一个最直接的原因啊，也就是说大面积心梗以后都会有这种心衰的表现，因为你心肌梗死了是吧？你跳动减弱了，你自然就是没有力量啊，泵不出血，所以它就是心衰。第二个肾衰啊，心肌梗塞呢，梗塞以后它一定会导致向四周的泵血功能减退，所以你的肾脏就会缺血，这就会导致一个叫做肾前性的肾功能不全啊。那么再有呢，像高血压、糖尿病、高脂血症，咱们刚才提到3高啊，那么这些呢是冠心病的高危因素。好，今天就分享这些哈，希望大家呢能有一点收获，也希望大家呢
点赞、订阅、分享，谢谢各位，再见。